我去吃药啊！我可不想当爹。放心啊，就是怀了也有人给你养。你说那个绿毛龟，除了那个废物还有谁？他一个月挣的钱啊，还不够你的停车费啊！你这么个极品，他怎么能满足得了你呀？那结巴连我的手都没碰过，他呀只配给你养儿子当保姆。送外卖的，找死！叶恒，既然被你看见，我也就不装了。威哥，这就是我那废物老公。这就是咱儿子的啊！果然是长着这下人。我说，你干脆就跟我姓张吧。张死！哎呦，敢动我！我问你，你老婆的叫声，你听着爽不爽？我问你爽不爽啊？威哥，你怎么样？累了。你敢打张总的命根子！你这条只会跟苦力的牲口，你知不知道他伺候的我有多少？原来在你眼里，我就只是牲口，牲口都比你强，去死吧！把他打死了，死了不是更好吗？这种人活着也是浪费粮食。走。爷，对我孙啊来陪您了。不要说这些丧气话，这些苦啊，都是你命中劫数。你还记得爷爷给你定的娃娃亲吗？呀，他还好吗？找到他，是你改命的开始。爷爷啊，这就给你传授医术。哎。雪儿，帮忙！对不起啊，你和我的梦中情人长得实在太像。撩妹能不能有点新意？油嘴滑舌就不该见面。啊，我能治好你的病。你一个送外卖的，你别吹牛了。我们小姐的病是连外国的医生都治不好的。我真能治好。你先把你自己治好了再说。安如，送外卖的，走吧。请你相信我。哎，你真会医术啊！我这个是祖上传的偏方，需要双手按在。坏账！敢占我们小姐便宜！来人呐！治病可以，但是如果你治不好，我就砍了你这双手。没问题。小姐，你感觉怎么样？好了，真的好了。爷爷没有骗我，我再也不是任人欺负的废物了。这是1000万，给你的报酬。1000万，1000万，嫌少，不够可以再加。啊，没有，老板，刚才你的咳嗽只是表象，其实根本原因啊是你的先天性宫寒，刚才只是暂缓了，日后还会复发。那可不行。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可以暂停所有的药，到时候每周我过来给你调理身体，只需半年即可成。半年？小姐在这里可待不了半年。还有什么办法？有倒是有，就是吧。你扭扭捏捏干嘛？快说啊！用纯阳之体作为药引子，可以彻底解决你的先天性宫寒，而且只需1日即可。1日？好吧，要怎么做？就是和未经人事的男人那个。哪个？就那个。
而且那个男人得跟我一样，属于八字全阳之体。无耻之徒！你干脆直接报你自己身份证好了。半年时间，我等不起，这个病我必须治好。小姐，你不会真的要？快！如果治不好，就杀了我！我是不会让一个废物碰我。这卡里的1000万，要是1个月之内赚到1个亿，我就让你做1晚的男人替我治病。老总，其实吧，我对你的身体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祝你早日康复，我走了。喂，废物，10分钟内到不了家，我就把你那些破铜烂铁都烧了。徐冰冰，你敢？滚吧废物！我姐都不嫌弃你是个结巴，你竟然敢背着我去跟不三不四的女人乱搞，你对得起我姐吗？搞外遇的是你姐。哎呀，这会儿不结巴，合着这么多年都是装的，真恶心！你给我滚滚啊！这个房子首付是我付的，请你们滚出去！汪飞的家伙，房产证上写的可是我的名字，休想在我家跟我狗叫，签字滚蛋！看在你多年给我当狗的份上，小朋友分也行。答应我3个要求：一，跪在我面前说你错了；二，把房子贷款还了；这三嘛，把肚子里的小家伙当亲生儿子养，不，当祖宗伺候。所以我会敢打我。从此给你们徐家养性。你有东西忘拿了，拿着吧。我白敬雪从不欠人人情。好吧，那我请你吃面。对不起啊，忘了你是大小姐，应该吃不惯这些。为了方便治疗我的身体，以后你就住我那儿吧。我在这儿待不了半年，需要你尽快治好我的病。那行啊，只要用我的极阳之体，1日便可。我说过，就算是为了治病，我也绝不和废物同房。1个月内把卡里的1000万变成1个亿，我就配合你。真的？哎。1000万变1个亿，这可是个大项目。滚滚滚！我们帝豪银行不是你这种捡破烂的人能进的。我不是捡破烂的，我是来取钱的。瞧你这穷酸样儿，全身上下加起来超不过200块吧？赶紧滚！啊，那现在我能进去了。现在我能进去了。至尊 VIP 卡，全行只有3张，你这真的假的？洗衣粉、电饭锅、衣服、内裤，我能不能先取2000块钱？丢人现眼的玩意儿，2000你也配取？赶紧滚！来，老弟，张总是我们的大客户，去给张总先办。干嘛？我先来的。这是谁呀？这不是我未来儿子的佣人吗？一恒，你果然忘不了我，追人都追到银行来了，还真是我最忠诚的小狗啊！老弟，去，先给张总取500万现金。凭什么他们先取？凭威哥取的多呀，500万现金呢。500万是多少？你知道吗？是你这个绿毛龟一辈子都没见过的钱。我问你，是不是谁取的多就是先取？那不然呢？就凭你这只需2000块钱的废物，拿你的垃圾赶紧滚！我取1000万，1000万！我眼泪都快出来了。哎，叶恒，你要真能取出1000万，我就跪在这儿叫你爸爸。
我就跪在这儿叫你爸爸。没问题。取消吧，叶先生，我行的确有一位至尊 VIP 卡，但绝对不会是你这样的乞丐。这卡应该是假的吧？请你不要再跟我们浪费时间了。知道了吧？别在这跟我说，级别太低了，把你们喊着。这傻逼演戏还演上瘾了，我劝你还是去医院看看脑子吧。把你们行长电话给你就给你，就怕到时候你自取其辱。打呀！快点打！我真是迫不及待看你被轰出去的样子。喂，我是你们的 VIP 卡，皮卡卡号已经发过去了。你们银行的态度我很不喜欢，现在我要取款，存到别的银行去。卡里一共3500，还存到别的银行。就是我求求你了，你好歹和我还有点关系，就别再丢人现眼了。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可真像个小丑。劝你一句，我们行长可不会像我们这么客气。赶紧滚吧！我换成长。帝豪银行向叶少赔罪。帝豪银行向叶少赔罪，请叶少不要取钱。请叶少不要取钱。请叶少不要取钱。你们的诚意我倒是看见了，但是我不取钱的话，有人要叫我跪下来叫爸爸。什么？谁敢让你叫他爸爸？张威，贷款500万给你工人发工资的事情我可知道。你今天要是敢得罪叶少，这钱你就别拿了。哎呦，这个行长，我错，你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对我有什么用？问叶少。行长，您是不是搞错了呀？他一个送外卖的，怎么会有1000万？八成是给你个大老板跑腿的。对呀，我说嘛，这个臭送外卖哪来这么多钱？这穷逼怎么会有1000万呢？那就是我的钱，一边去！快把我的500万取出来！不好意思啊，张威，这钱今天还取不了。为什么呀？他是个送外卖的，你们都知道呀。我这个钱是要等着就地的。我们只认卡不认人。叶先生是我们 VIP 用户，你今天得罪了他，你的钱就取不出来。叶兄弟，你看这钱也不是你的，工地的人等着发工资呢。那确实等不了。这钱就别取了吧。行啊，那你跪下来叫爸爸呀。行啊，那你跪下来叫爸爸呀。叶恒，你不要欺人太甚。张总，工人在工地闹起来了，记者也来了，您父亲当场气晕了，您快回来。爹地错了，爹地，我求你钱就存着吧。行了，团长，工人的工资确实要紧，要不我的钱继续存着，你给我取2000就行。好的，叶先生，一群有眼无珠的家伙，要是再敢得罪我们 VIP 用户，我就把你们从帝豪银行除名。我工地自己带着去，以后别找我。好，个贱人，看这绿毛龟有钱了，又想傍大腿是吧？告诉你，敢绿我张威，我灭了你们徐家！老公，你真有1000万？老公，我们不是离婚了？说什么气话呢？咱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怎么能说离就离？叶恒，我当初不嫌弃你是个送外卖的结巴，你一有钱就想把我踹。想离婚，给我1000万青春损失费。你这个贱女人还不配！贱女人还不配！哪来的贱女人竟敢打我？请你把嘴巴放干净一点儿。叶恒，你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你的老婆被外人打吗？徐冰冰，告诉我，自从你和张维宝打晕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结束了。老公，我错了，我错了，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被张伟的花言巧语给骗了，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绝对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你就没有机会了。叶恒，现在是我无人，你要再敢纠缠不休，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走。
好了，这以后就是你的房间，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进入其他房间。好，休息吧，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赚到1个亿才能给他治病，这可怎么赚？叶恒哥哥，我们结婚吧！好呀。难道真的是他？哎呀，我记得雪儿之前大腿根处有一个胎记。不好！好白啊！你干嘛？你把眼睛闭上，把头转过去。怎么还没看到？你在干嘛？就差一点了。那个，你晕倒了，我想看一下你腿上的胎记。胎记？你这色狼是不是把我看光了？你给我滚！老天爷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就没把握得住呢？叶涵，你上哪去了？外面还送不送了？工资还要不要了？快给我滚回来！省长，我电瓶车被人偷了，快帮我看看监控。看什么监控？你当谁呀？什么？你个废物，连电瓶车都看不住，还上什么班？快点滚！你被开除了。就是想找个借口把我开除了是吧？好，那马上月工资给我。什么工资？你连电瓶车都看不住，还旷工3天，你他妈的还有脸要工资？我那是旷工吧？我送外卖的途中被人打了，我那应该算是工伤。你那是被人打了吗？你被客户当着面绿的光荣事迹，早都在我们转点传开了。看看你那熊样，真他妈丢我们外卖人的脸啊！你还有脸要工资？你赶紧给我滚！你个绿毛龟，直接得罪人！你想做什么？我这里还有监控呢，你跟我之间要给我想清楚了。行，你给我等着。呀，听说你他妈被绿了，还被你老婆踹了。这下倒好了，工作也丢了，你要高中没毕业，外卖也送不了，你还在干什么呀？喂，帮清华区站点站长需要多少钱？帮清华区站点站长需要多少钱？先生，清华区站长已经有人了。钱不是问题，而且我可以给你保证，可以把清华区的单量提上到50%。稍等一下，我收回银飞电话。黄总，有一位姓叶的先生说要当清华区的站点站长。清华区不是有站长？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他说钱不是问题，非要当清华区的站长，并且还说能让清华区的单量提升50%。这年头啊，真是什么样的狂人都有。行吧，叫他过来吧。是。哎，你就是叶先生吧？就是我，刚才给你们总经理打电话要当清华区站长的那个人。不好意思啊，叶先生，我们黄总突然隐疾发作，目前正在等他的私人医生陆神医给他治疗。你先回去吧，等黄总身体无恙后，我再联系您。我也略懂医术，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也可以帮你们黄总看个病。你还懂医术？
先生，你这是做什么？我是有老公的人，请您自重。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应该今天一早来个月事。这你都知道？这你都知道？你看吧，我说了，我也懂医术，而且你和你老公最近在要孩子了。行了，你跟我来。爸，这陆神医怎么还不来呀？黄小姐，这位是他就是鬼见愁的陆神医，看着呆头呆脑的，毛都没长齐吧？你毛长齐了。有本事救人，没本事滚蛋！别耽误了我爸的病情。算了，不和这傻妞计较，救人要紧。他这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棘手，需要3个月针。你这什么狗屁神医啊！出门连工具都不带齐。我告诉你，你耽误了我爸的病情，我杀了你全家！麻烦你了。好，我这就去拿。姓陆的，我爸快不行了，快救他！我姓叶，你这腿了。我管你姓什么呢？你快救人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要凝神一指战争，千万不要有人打扰我，否则会走火入魔。少废话了，你快救人！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你这臭老头咋咋呼叫什么呢？还耽误陆神医给我爸治病。他就是陆神医，开什么玩笑？什么？在下才是陆神医。毛长齐的东西，你到底是谁？喂，闻你话呢！好啊，还骗老娘是吧？你干嘛？我都说了会走火入魔的。你个骗子，你还敢问我干什么？真正的陆神医在这儿呢，赶紧滚！我他妈说了是叶。小子，骗人专业点儿，还徒手施针。庄神医啊，我们中医的名声就是被你这种江湖骗子搞坏的。看什么看？像你这种垃圾啊，就该去死！王小姐，快报警，把他抓起来！啊，你这个骗子，你赶紧滚！你信他不信我？你还在这装上了是吧？我告诉你，趁我还没改主意杀你全家之前，赶紧滚！行，这可是你说的，我在外面等着。我告诉你，不出5分钟，绝对会哭你来。哎，你怎么在外面呀？真的在里面，我这脚自然就出来了。就知道你不行。哎，把银针给我。不是，陆神医都出手了，你还要银针干嘛呀？这个你别管，给我便是。按师傅教导，先扎针装专业，把这治高血压的西药他一吃，皇家的关系我可就攀上了。我爸怎么没动静呀？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别着急，我这最后一针保证见效。爸，你怎么了？姓陆的，我怎么了？我也不知道呀，这怎么会这样呀？废物东西，我就不应该相信你！我告诉你，你要敢害死我爸，我杀了你全家！爸，这皇子还没有被治死，你现在求我还来得及。你他妈算什么东西？连我的名号都冒充，还说你自己能救人？你这个败类的名号也需要冒充。你还愣着干嘛？你赶紧救我爸！哭倒是哭了，就是没求我。我求求你了，你救一下我爸！我毛长齐了吗？长齐了，长齐了，是我毛没长齐。长齐了，长齐了，是我毛没长齐。报完货，快点！人命关天啊！背锅的智障，当我徒弟都不配。只要你一动手，黄总的死就跟我没关系了。你让我滚出去，我耳朵都闭嘴。话里不少。爸，你吓死我了吧？瑶瑶，我这是……爸，你刚刚高血压犯了，差点就……是谁救的我？就是他。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明明已经，怎么可能把人救活了？黄总本来就是高血压，你还施针提升血气，妈，想死吗？这狗东西，你还站这干什么？我错了，我错了，你饶了我。妈姐，
我建议您报警，像他这种恶人，迟早牢底坐穿。保安，带出去！恩人呢？你的救命之恩让我王德怎么报答？我其实今天是来跟你谈合作的，就你这事儿顺着。合作？哦，你就是那个做清华区站长的叶先生。那个，我要举报清华区站点站长分配外卖单子严重不均衡。你说的我有了解，叶先生，你是有能力的人，我信得过你。瑶瑶，怎么了吧？你去清华区站点和工作交接，让叶先生当站长，之后要好好感谢人家。跟我走吧，郝长奇。郝长奇，你怎么跟叶先生说话的？爸，是他自己喜欢听别人叫他毛长奇的。放肆！你这就没有规矩啊！黄总，其实是我喜欢别人叫毛长奇。而且啊，你现在刚康愈，还得多注意饮食和休息。那我就先走了啊！好。哎，你先过去。行。哟，叶恒，你怎么回来了？是不是找不到工作，跪下求我给你个饭碗呢？你猜错了，是你跪下来求我给你个饭。你猜错了，是你跪下来求我给你个饭。大家都来看看啊，这个绿毛龟要给我个饭碗。叶航，一个无业游民，居然敢说给我们站长找个饭碗，真是脑子进水了呀！我看差不多。叶恒，你是不是被老高队长精神失常了呀？叶恒啊，你非要死乞白赖的赖在我这，不是哥不顾及多年的感情啊，关键是你这个太发亮了，是吗？这样吧，你从我的裤裆底下钻过去，我赏一份能配得上你的工作。站长，什么工作呀？像他这种废物，当然是捡破烂了。但是我怕他捡破烂的时候，他老婆在垃圾旁把他给绿了。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跪下来给我道歉，否则你们这些人全部都给我卷铺盖滚蛋！去你妈的！你算老几？我这里这么多人，我还怕你？你现在赶紧给我从裤裆底下钻过去，要不然你休想离开这里。我看今天你们谁敢动他？大小姐，什么风把你吹来了？都出去跑开！聚在这里干什么？叶恒，今天看到大小姐面上，我放过你，下次不让我见到你，快点滚！都别走！大小姐，这什么意思？你没听见吗？他让你跪下来给他道歉，不然你们今天都得卷铺盖滚蛋！大小姐，他就是被我开除一个废物，你让我给他下跪道歉，我以后怎么带领咱们兄弟们给咱们集团赚钱？我没开玩笑，你以后的工作都由叶红接。一个丫头片子凭什么开除我？这些年兢兢业业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大家说是不是啊？是啊，吴站长尽忠职守，大家都是有目共睹，您这样做会让我们心寒的。这么帮张彪说话，他平时没少跟你好。这是叶恒给我的证据，你徇私舞弊、乱派单的证据，还有什么话说？大小姐，我错了，我一时糊涂。收贿赂也叫一时糊涂，这些钱足够你蹲大牢了。大小姐，我一时鬼迷心窍。大小姐，我一时鬼迷心窍，我上有老下有小，你饶我这一次吧。你给我跪没用，你得给他跪。叶恒，不，恒哥，恒姐，你看咱们多年的感情份上，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刚才是谁这么让我跟你道歉？还有是谁让我捡垃圾？哎，光钻我这个裤裆不够，你把在座所有外卖员的裤裆都钻进去，好，专门给我捡垃圾。好，我钻。真是太解恨了，这么多年的窝囊气总算出来了。那这顿得你请了。那当然，这可是5星级餐厅，你确定吗？没问题。他居然有帝豪银行的黑卡，这到底是什么人啊？
过去啊！辉哥，过分了，又去勾搭别的女人。哎呦，我不要过来，那个可是皇族的女儿，等我去搞定她，解决公司的钱，到时候再给你买2包。那我要3改马式。没问题，走。黄小姐，绿毛龟，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黄小姐，你怎么会跟这种人坐一起？我跟谁坐在一桌，跟你有什么关系？黄阳，你跟他们认识吗？他就是一个死缠烂打的臭男人，别理他。我是说你这黑卡怎么来的呢？叶豪，没看出来呀，你还有做小白脸的资质。张威，你怎么说话呢？黄小姐，不好意思啊，你呢，大学还没有毕业，根本不知道现在社会的险恶。这个叶恒啊，已经结婚了，根本就是个有妇之夫。你结婚了？啊，我已经离婚了。离个屁呀！绿毛龟在这装什么单身呢？黄小姐，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仗着你给的1000万，叶恒他一心想要踹掉的现任老婆。叶恒，咱俩还没离婚呢，就背着我去勾搭。离婚协议我已经签了，我去哪儿干什么那是我的自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还不是因为你有钱才踹了我，咱俩夫妻这么多年，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枉我这么爱你。都到这个份上，你还说爱我，你可真有点脸。叶恒，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哎呀，不快！哎呀，黄小姐，我送你啊！黄小姐，黄小姐，哎呦！张威，你能不能别烦我了？黄小姐，你真是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啊！怎么能看上那个绿毛龟，还给他1000万？我到底是哪儿不如他？张威，你别发疯了行不？我今天跟叶恒只是来交接工作的。再说了，那1000万也不是我给他的。你没有给他1000万？神经病！瑶瑶，你和叶恒相处怎么样？爸，你还好意思说呀？那个叶恒就是个负心汉，就这种人你还想撮合我们2个？你真是把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推啊！瑶瑶，你误会他了。刚刚我找人调查过，虽然他是和叫徐冰冰的女的结婚，但他们2人根本没有过夫妻之实。什么？叶恒从高中就辍学，送外卖供徐冰冰上大学。那徐冰冰倒好，跟一个叫张威的男人搞在一起，还霸占了叶恒的财产，让他净身出户。这种痴情又有能力的男人，跟爸爸年轻的时候一样，你可要好好把握呀！哎呀，爸爸，你胡说什么呢？我不跟你说了。糟糕，是我错怪他了。叶恒，我们话还没谈完呢，你就急着去追那个小妖精，到底还有没有良心？跟你这种女人，真的是没有一点话可说。把你的脏手从我手上拿开！想走，把1000万给我。放开他！你这个贱人，竟然敢用水泼我！我跟你拼了！叶恒，你竟然为那个学长害怕你的老婆，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是你，是你！徐冰冰，我的黄小姐，只是你能动得了的。张力，我们走。你竟然也为了这个婊子打我！呀，等！那个叶恒，今天真是对不起你了，我误会你了。下午有没有时间呀？咱们看个电影吧。不好意思，他没空。他没空。叶恒，他是谁呀？我是他未婚妻。你又是谁？未婚妻？未婚妻？叶恒他还没有离婚吧？这就不用你操心了，1周之内我会让他顺利离婚。嚣张什么呢？告诉你，就算叶恒跟那婊子离婚，我们2个也是公平竞争。把你那高高在上的气势给我收起来，黄瑶才不会输给你呢。你要和我抢？好，我白敬雪还没输给你。你是白敬雪？就是他之前在银行打的我，这1000万肯定是他给叶恒的。魔龟算什么东西？白富美抢着到底，找什么也好，钱
和女人都是我的。第一，以后10点之前必须回家。第二，在和我圆房之前，不许和其他的女人有来往。还记得我给你订的娃娃亲的那个女孩吗？找到她，她是你改命的关键。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可以，都可以。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什么条件？你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他的根儿啊？你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他的根儿啊？你到底是腿控还是变态啊？不是，我是腿啊！不，我都不是。其实你实在是长得太像我梦中情人了，我想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雪儿？这个对我真的很重要。别想那些有的没的，我都说了，只要你赚够1个亿，我就是你。又不是没看过，上面都看过，看看腿又怎么？滚呐！等等，又怎么了？我就想问一下，那我今晚洗澡还不用吗？你昨天不是刚洗过吗？不管，我今晚就要洗。万一他不是雪，那不就尴尬了？算了，先挣他1个亿再说。洗倒是可以洗，但是最多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你最好找个人一块儿洗。要不实在找不到，我可以代劳。哎，小姐，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的身份呀？现在告诉他只会给他带来危险。2个月内，我会把他提升到白家女婿的高度。我的脑袋怎么不受控制？难道我真的是变态？不行，我得赶快赚到1个亿，要不然我非得憋出内伤不可。徐冰冰还真是英雄色。叶恒，这些都是我的不对，我决定和你好聚好散。我和你离婚，房子也还给你。确定？明天早上10点，家里见。这徐冰冰，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张威，你干嘛啊？刚刚差点录像。这骚货，刚才不是也很爽？别闹，你确定你计划管用吗？放心，按我的计划来，绿毛归你1000万，早晚是咱们的。真坏，我好喜欢。进来！你可来了，就不是自己家。这他妈就是我的房子！哎，对，你瞧我这记性，快走！走！来，叶恒，来先喝茶。原来在这儿一个。喝茶，兄弟。瞧你这毛毛躁躁的。没事。恒子，还是老夫老妻嘛。哎，你知道吗？你走之后，冰冰每天都想你。哎，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他都不要我了，我们这次是来谈离婚的。我操，真能演！那行，我陪你们一块儿演。来，喝茶。那个都是过去式。恒子，谁年轻时候还没犯过错呀？这段时间你不也玩的挺花的吗？可不是嘛。恒子，都是男人，我懂。冰冰的滋味，你还没尝过呢。什么叫
试试啊？冰冰的滋味你还没尝过呢，想不想试试啊？这么多年委屈你了，就由我这个妻子替你开包吧。那个，我一会儿还有事儿，离婚的事儿下次说啊。这叶恒就是个木头，活该到现在都是个处男。张威，你脸怎么这么红啊？发什么疯啊你？装什么清纯？快让老子再尝尝你的滋味！大哥怎么还没给信号？我给他们拍了照。别打脸！你谁和是老大？滚！你没事吧？快！老子现在我打得很，不是让你们滚吗？徐冰冰，现在我们该谈一谈离婚的事情。叶恒，你当我是什么人？你这小穿就穿、小扔就扔的破鞋吗？我这7年的感情就这么白白被你玩弄吗？别做梦！不交出你7万，别想离婚！我就知道你会死掉，所以还被放离婚。想清楚再死。这个摄像头是你买的，你和张威的激情戏码现在都在我手上。这个婚内出轨的证据一清二楚，到时候你打官司你放弃我！可不是嘛！我还真想让你爸妈看一看自己的女儿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冰冰，我要！滚！叶恒，你一只绿毛龟竟然敢威胁我！算不上吧，我就是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好啊，真是小看你了！离婚后你就再也别想得到我，你可别后悔啊！徐冰冰，你到底哪里来的自信？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下降的样子，和你求之不得了。你什么鸟？赶紧给我保证起来！我给你1天的时间，搬出我的人手，借。小姐，不好了！什么事儿把你急成这样？您躲在苏城的消息走漏了，说唐家要求您1周内回到京都和唐少订婚，要不然就终止和我们白家的合作。什么？小姐，怎么办呀？没有这份合作，我们白家就完了。别慌，那现在叶恒的事儿他们知道了吗？他应该还不知道。你说这叶恒也真是的，不想着赶紧赚够1个亿，整天勾三搭四的，还和前妻不清不楚。得先把他前妻的事儿解决了才行。叶恒，这婚也离了，你是不是得把视频删了？什么视频？别找茬，这婚已经离了，房子彩礼我已经给你了，你还留着视频干嘛？自卫吗？省省吧你，我可没你那么变态。哎，那个摄像头啊，早就坏了，不信的话自己去看啊。好，算你冤，这仇我记下了。 7年了，我终于自由了。喂，大小姐，这大白天的，没时间跟你贫，你在哪儿？啊，我告诉你啊，刚办了一件大事。给你30分钟，立刻回家。什么事？莫非是要跟我同床？ 什么事啊？这么着急？不错，还蛮准时的嘛。怎么了？干嘛这么不舍得看着我？弄得我好像死了一样。没事，我就是刚刚给你卡上啊打了1000万。啥？我的天哪！天上又掉下来1000万，这离小目标越近了一步。别担心，这1000万是给徐冰冰的。给徐冰冰？他干嘛？她
他不是要1000万才肯跟你离婚吗？你明天啊，把这1000万赶紧转给他，跟他办离婚。我要是告诉他我已经离婚了，万一他不给了怎么办？这个嘛，你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我其实想跟你说，刚才你在打电话的时候，我就想告诉你，我跟徐冰冰已经离婚了。你这么多天呀，总算办了件正事儿啊！那你不会把这1000万又收回去？哎，你狐狸尾巴总算露出来了。之前让你治病给的1000万，你还假装扭扭捏捏不想要呢。啊，那可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我现在定了个小目标，先挣他1个亿。你，哎，我不仅要挣到1个亿，而且我还要娶你。我不仅要挣到1个亿，而且我还要娶你。你就不怕我跟那徐冰冰一样，骗你的钱，有骗你的人吗？怕。那你还要娶我？我当然要娶你。比起你骗我来，我更害怕你和别人在一起。从你救我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是我的女主角。放心，那1000万呀，我是不会收回来的，反正都是。8000万，我看怎么赚。叶哥，经过您调整，预计1个月内我们整个苏城送单量最多的站点了。好，发展吧。叶哥，您发什么愁呢？赚钱啊！叶哥，你现在是集团的大红人，您愁什么呀？你有时间羡慕，还不如帮我多花钱。有钱人的世界真难懂。不是给你说了吗？别烦我，好好赚钱。毛长齐，我让你当站长是为了让你给集团创造价值，不是让你在这摸鱼的。没长齐，没长齐，谁没长齐呢？我最近可是又发育。啊，你找我有什么事儿？怎么，没什么事儿就不能找你吗？我来查岗的，你最近可没少摸鱼吧？那你自己看。太好了，看来我黄瑶真是没看错人。走，我今天请你吃饭。不去了，我忙得很。还没有人拒绝我黄瑶的邀请呢。你不吃也得吃，这是上级对下级的命令。你干嘛盯着我呀？啊，雅雅，你家是不是很有钱？一般般吧，在苏城也就几个亿的存款。几个亿，那就是成功人士了。啊，那你能不能教我怎么样在1个月之内赚到1个亿？你也没发烧啊，在这说什么胡话呢？我很认真的跟你说，能不能教教我？毛长齐，认识我算你天大的福气。我倒是有一个人，他可能帮助你。他是干什么的？他就是个空手套白狼的主儿。别废话了，赶紧走吧。哦。姓孙的，你竟然敢拿这种破玩意儿糊弄我们赵公子，我看你是活腻了吧？我们拍卖会走的是正规程序，我怎么糊弄他了？去你妈！要不是你在台上讲的多好多好，我们赵公子能一掷千金吗？啊！是你们赵公子自己要装阔少，以10倍的价格拍下这件商品的，还你妈逼逼赖赖的！来人，上家伙！叫怎么不叫？老子今天就炸烂你的嘴！住手！又是你叶航，怎么哪儿都有你这绿毛龟啊？苏城这么小，哪都有这个畜生。干你祖宗18代！兄弟们，给我上！今天我阉了绿毛龟！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他！哪来的小娘啊？管我哪里来的，我是你招惹不起的人。长得还挺水灵的，哎，性子还挺野。老子就喜欢你这样子的，今晚就拿你开开荤。叶恒，你跟广志先走，他不敢动我。我让你干啥？还不给我上！这赵公子撑腰，差人都不怕，给我上！让你走，你听不懂啊！你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我怎么可能抛下我身边的你？
今天你们一个都不想跑。你这绿毛龟的龟壳还挺硬的啊！兄弟们，给我上！谁打他一棍儿，我奖励1万块钱。什么时候这么能打了？你要干嘛？我要你以后永远碰不了我的舞，还不赶紧滚！瑶瑶，没事吧？需不需要我给你把脉？我没事儿。我现在有事儿，我得走啊。那个，我说我怎么追不上瑶妹呢？原来有您在，我甘拜下风。广志兄弟严重了，瑶妹今天带我过来，其实是有事相求你。岳哥，有什么事儿您直说。我就开门见山直说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到1个亿？1个亿？广志兄弟，很难吗？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就您有多少本金啊？算上房产的话，一共2100万。岳哥，没看出来你竟然有这么多存款。嗨，2000多万，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一周之内我可以把它变成1个亿。1周？你没骗我？哎，广志兄弟，你这是做什么？快，岳哥，你听我说，我这些招数啊，都是些骗人的。今天要不是您啊，我这嘴都被人炸开。广志兄弟，有什么话你先起来再说。大哥，你听我说，岳哥，我想让你当大哥，我不想再被人欺负了。我呢，从小无父无母，今天啊，又多一个亲人，你是不是得请我喝一杯？大哥，我现在请你下馆子，走。兄弟，我就不陪你下一场，我晚上10点必须回家。哥，你骗人啊！你不是说你无父无母吗？这不是有你嫂子吗？你说瑶瑶呀，我了解她，没事儿，哥。我呀，现在带你去个好地方。什么地方？我赚第一桶金的地方。走。老弟啊，你说这地方就是你赚第一桶金的地方？哥，我跟你说，你别小看这地方，随便拿个东西，明天我淘拍卖会上你就靠你们吹就行。走这边。谁呀？爷爷，这是什么木头呀？好丑呀！哎呀，你别看它丑啊，就这么一点儿，就够你娶媳妇的。这木头怎么卖啊？老板，一看您呀，就是个识货的主。这个呀，是天山雪莲的百年灵木，这我要是不着急用钱的话，还舍不得卖呢。咱就当交个朋友，60万。60万，老板，你掏个4万抢银行去吧你。60万，不是老板，你掏个4万抢银行去吧你。你这，走，不买。价格嘛，好商量。老弟啊，这个木头确实是个好东西，不信你闻。哥，这是好东西啊！老板，这绝对是好东西。我老六在这一行里出了名的老实人，老实人不坑老实人。老板，东西是好东西，太贵了，便宜点。我看您呀也是诚心要，给您一口价，55万，怎么样？50万，行，就当我今天5万。哎，5万，你这哪是砍价呀？你这是砍我头呢！这本来就是捡的，卖5万也值了。行，
给您了，就当我今天第一天开张啊。您要是买好了，下次再来。生意长有，以后我会经常来的啊。兄弟们，咱们大概今天的任务呢，就是进去直接把那个东西给拿下。主任啊，可以走了。就是他让学了钱。这木头不错啊，可以糊弄到老头了。多少钱，老板？我要了。不卖。你知道我是谁？赵家，赵川，在整个苏城啊，还没有我们买到的东西啊。赵公子，幸会幸会。怕了吧？识相的就赶紧把东西让出来，我当你刚才放了个屁！你想个屁！你信不信我拿钱就能砸死你？老板，刚才这个穷逼是不是在这儿跟你讨价还价来着？这个东西原价多少钱？我买了。哎，赵公子，这只要60万，区60万，还还价？小美，付款。你把木头还给我，木头不卖了。这老六还真是个黑屁啊！卖他5万的东西，卖我60万。完事呢，讲个先来后到，你这么做合适吗？您也不看看您是什么身份，您怎么能跟赵公子抢东西？听到了没有？识相点儿，就赶紧把东西让出来。少爷，您之前花1000多万买了个破碗，老爷把您卡给停了，咱们现在只有2万。只有2万？孙广志，弄死你！赵公子，您看这钱，先给你2万，剩下的就当卖我们赵家一个面子。你这个店啊，肯定以后会发达的。发你买卖个啥呀？赵公子，咱这小本买卖也要讲究一个规矩，不是吗？这位先生他先来的，要不您跟这位先生商量商量啊？妈穷逼，你跟孙广志认识，东西我拿走，钱你付。是你傻逼呢，还是我傻逼？你废什么话？赶紧付钱，我要带东西走。那就是谈个屁呀！兄弟们，动手！动手是吧？爷，我从小身子弱，我有心脏病，你打我，我可能就死了。赵少，我告诉你，孙广志是我兄弟，以后在苏城见了我们兄弟俩，给我低下头来做人。好，爷。你给我等着，我明天叫人弄死你！哥，太牛逼了，差了那点出息。哎，兄弟，你可真是太牛了！咱就按之前说过的5万，木头您拿走。你个老六，我告诉你，2万块钱多1分都没有。怎么样？2万块钱搞定这木头，还可以吧？哎，兄弟，你说这木头放在你们拍卖行能卖多少钱？东西是好东西，就是有点丑。如果找人加工一下，应该能翻个上百个。加工？我可以加工啊！哎，我还有点事啊，你嫂子等急了，先走了。哎，大哥，你还没睡啊？你喝酒了？今天情况特殊啊！你看我淘到什么宝贝了？这不就是个破木桩子吗？你可别小瞧这木桩子，这个可是我赚1亿的资本呢！不信啊，扭吧。这的确是个好东西啊！看来你没背着我做坏事啊？那当然了，今天啊你就早点休息，今晚啊我可有的要忙喽。还好小时候你也教过我雕刻，完美。来，哥，你真是鬼斧神工啊！不过其实那个木头挺大的，应该给我布置这一个。还有票，
余量红豆3个。3个。爸，如果我没有估算错的话，这3个要全卖出去，咱1个亿的目标就实现一大半。真的？真的。等会儿就看我表演吧。走。各位老板，接下来拍卖的是本场的压轴商品，大家请看这里。这是什么味道？这么清新，感觉自己好像置身湖底，连我多年的高血压好像都降下来了。这雕刻的技术真是鬼斧神工，不知道出自哪位大家之手。这个木如意的原料就是有价无市的南疆神木。原来这就是有价无市的南疆神木。赵公子，这孙广志这会说话的屁又开始炫，咱这次可千万不能上当。我他妈用你说，之前就是你在我旁边吹耳边风，妈害我损失1000多万。这个宝贝儿有特别的神奇之处，大家可以问问王总。王总自从闻了它之后，那真是夜夜笙歌呀。所以这个宝贝儿的起拍价是500万。妈，这味道好像在哪闻过。妈，这味道好像在哪闻过。赵公子，这次好像是真宝贝，咱要不要？闭嘴！我出600万。我出700万。不要和我抢，我出800万。公子，真宝贝是真宝贝，我知道。去，你手上有多少钱？我能有什么钱？算了，如果这个东西真是真的，我老子肯定会给我的。900万，赵公子大气，赵公子出价900万，900万一次，我出1000万，王总牛逼！王世康，你什么档次？抢我的东西啊！赵公子，公平竞争罢了，大家各凭实力。不过我听说你爹把你的卡弄走，不知道你还有没有钱付？好了，价高者得，1000万一次，1000万2次，1200万。雪儿，我操，这哪家美女啊？我怎么在苏城没有见过？赵公子是看上了？太美了，我得好好表现。1300万，1500万。美女，既然你势在必得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夺人所爱。傻逼！哦，对了，我叫赵川，人送外号赵公子。这位神秘美女出手真是大气，1500万一次，1500万2次，1500万，1700万，1700万。这个傻子看不出来我们在帮他，那我们还要加价吗？没事儿，既然他不需要，你走吧。哎，美女，哪个不长眼的二逼把美女气走了？小川，我是不是说过，见到我以后，别想怎么是你啊？玉毛龟，我操，你认识他？公子，就这滚热的龟玩意儿，击坏了我的命根子。这穷逼你他妈敢动我兄弟？谁是穷逼啊？啊，连60万都拿不出来，好意思？你胡说八道什么的？好，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实力。1800！哎呦我操！不对，这不是上次那破木头吗？好啊，你龟儿阴我是吧？孙广哥，你他妈又找演员演我了！我告诉你，这次我不会再上当了。1700万，你就自己卖自己的破玩意儿吧。敲啊，赶紧敲定！我等着你敲。1700万一次，1700万2次，1700万。王总，您这是要竞拍啊？王世康，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呀？我刚才已经把他们的局给破了，你现在往里跳！在竞拍以前，我想问一个问题，可以吗？王总，您请说。如果我竞拍得这个慕如意，我可否见一下雕刻这个慕如意的主人？当然可以。 1750万，1750万成交！恭喜王总拍下这件商品。1700，装傻逼！恭喜王总。 好，那我们明天办公室见。
王总，这位就是如意的制作人，也是我大哥。他？不可能吧？这穆如意的雕刻，当今世上除了叶老之外，可没有第二个人能雕刻出来。王总，您说的叶老是叶璇吧？你认识叶老？实不相瞒，叶璇是我爷爷。啥？我叫叶恒。竟然是叶老的孙子，怪不得叶老把手艺传承到你这儿，我还以为叶老他……王总，我很好奇，我爷爷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至于让您花1750万去买这个如意吗？这么跟你说吧，这个如意就算没有你爷爷的名号，它也值这个价。我王世康起家全靠叶老点拨，可惜他已经去世了。什么？叶老他去世了？对不起，我无意提起。王叔，以后但凡你能有用得到我的地方，你不用客气。叶少，还请您救救王家。王叔，你这干嘛？快起来！叶少，实不相瞒，我们王家虽然在苏城是3大豪门之一，那只是表面风光。我们王家被赵家逼得走投无路。狗日的赵家！王叔，你们家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我和广志兄弟都是有抱负，只要我们3个人相互联手，我相信一定能扳倒赵家。叶少，以后有用得着我王世康的地方，我在所不惜。是时候让苏城变天了。进来吧。喉咙应该痒了吧？今天是该调理。你今天应该赚了不少钱吧？距离娶你还差得远吧？还没赚够1个亿呢，放开。金雪，你就是雪儿。什么雪儿？我不就叫白金雪吗？你骗不了我的，我怎么可能会认错呢？你就是跟我订娃娃亲的那个雪，你就是我要娶的那个雪。那你今天为什么拒绝我的好意？我觉得吧，那个如意它不适合你。什么？妈，这个吊坠是我亲自刻的，可比那个如意好多了。雪儿，我真的好想你想我？你想我？你跟其他的女人结婚？雪儿，以后我们永远都不分开。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未婚妻。雪儿，既然我们都相认了，要不我一次性给你治好吧，不然我也憋得难受。不行，说好挣1个亿，就1个亿，少1分都不行。雪儿，那能不能让我看一下你大腿的那个胎记？变态，可以是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明天陪我1整天。那当然 ，of course。好痒。小时候就幻想着能跟你一起在游乐场玩，没想到这次梦想成真了。叶哥哥，快过来！
怎么了？我去接个电话。喂，妈，姐儿，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再不回来，那唐晨就要跑到苏城去绑你了。妈，千万不要让他过来，我忙完就回去。为了叶红的安全，现在还不能将他暴露在唐家面前。喂，兄弟，下场拍卖会准备的怎么样？哥，我办事儿你放心，消息都放出去了。行，辛苦你了。吕宝贵，吕宝贵，爷找你找的好辛苦啊，可算给你逮到了。上次被收拾的还不够，又不行。我看你的龟皮太痒了吧？啊！哎，叶航，你不要给脸不要脸啊！我这次来只有一件事情，你让雕刻如意的叶老和我见上一面。他们王家想要靠着叶老超越我们赵家，是不可能的。真叶老，要打就赶快打吧，别耽误了次约会。干！你还把自己当人物了是吧？啊！信不信老子爷扒了你的皮？你小子叫叶恒啊？啊？对，你爷爷我血目分明，就是这个。你想找死吗你啊？住手！我看看谁敢动他！还不赶紧出来！你究竟是谁？你还没资格知道。叶恒，你没事吧？只要你没事，就没事。你怎么到处惹事？啊，男人在外面做大事，哪能没几个仇家？你最近呀，最好安分一点，别再惹事。雪儿，你是要走了吗？今天给你打电话的是陆姐。我不想让你再离开我。放心，我爸妈呀，就是想我了，你就安安心心的在外面赚彩礼，等你赚够了，我就回来嫁给你了。你说真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你放心啊，我肯定马上就能去的。我相信你。今天在座的都是苏城的大人物，想必大家都是为了这件绝世精品。我是块木头啊，和上次的玉如意相比可差远了。就是啊，白瞎我大老远来一趟了。哎，稍安勿躁，这个木头呀，就是南疆神木。上次的木如意就是来自于这里。此物的绝妙之处，我也不必多言了，大家可以看看王总一介七次郎的面。这个确实是个好宝贝，不过孙先生说的有点夸张了。哼，真他妈能吹呀！这次拍卖原木是给大家一个升值的空间，而且得到此木头可以定制自己喜欢的样式，并且可以亲眼所见雕刻大师的工艺。果然是出自叶老之手，看来叶老要出山了。看来苏城真的是要变天了，再也不是赵家一家独大了。混子！你们谁他妈在这说那句话？自己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穷酸样子！在座的谁敢抢我们赵家？从今天以后啊，叶老就是我们赵家的座上宾。赵公子果然大气。好，我们现在起拍，起拍价3000万。3000万就想买个和叶老结交的机会，想什么好事呢？我出3200万，3500万。好，我王某人也想凑个热闹，3600万。王总果然识货，他一老年痴呆，识个鸟的货。
在座都狗叫完了吗？我出4000万。赵川，你爹把你的银行卡给你解冻了，你就敢叫4000万？闭上你的痴呆嘴！看好了，这是我爸今天给我的新的金卡，只要能攀附上叶老，随便说。还有谁呀4500万。一直低调的机甲也出现了，苏城3大豪门齐聚首，这下有好戏看了。不愧是叶老，光一个名头就能将苏城3大家族全部引来。月柔，我是你老公，你这样对我干嘛？万人屁，谁要嫁人？你好好的在家相夫教子不好吗？等你们季家纳入我们赵家，你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做梦！月柔，你敢？4600万！ 4700万！哎，你这个败家女人，能不能给我省点钱？4750万！4900万！5000万！可恶，可是资金不够。但是如果让赵家得手，姬家可就真麻烦大了。喊！老婆，你接着叫啊叫！你没钱了吧，老婆？哎，没事，你喜欢的，我认叶了，就照你喜欢的雕。 赶紧敲啊！你看什么看？离1个亿目标就差1000万，拼了！5000万一次，5000万2次，5500万。不是，我操！你又自己买自己东西，价高者得，又没规定说不能出去。你给我等着！5550万，爷们儿挺有钱的，这才加50万，使劲叫，6000万。 你他妈有6000万吗？你有6000万吗？你喊！你猜？你诈我是不是？赵川，你他妈叫什么叫？我就是我大哥的金库，我以整个拍卖行做担保，我大哥可以付得起这6000万。我大哥可以付得起这6000万。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在这担保？我告诉你，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这家拍卖行的经理。好。 我王世康也愿意为叶先生担保。王世康，你注意你的身份啊！我也愿意为他做担保。月柔，说这话什么意思？赵川，有我和王总为他做担保，你还担心他付不起6000万吗？啊，感谢王总、季总对我的信任。不过我确实有6000万。广志，赵川。 你别以为你可以只手遮天，现在苏城已变天了。6000万一次，6000万2次，6000万。好，我现在就让你们看看，你们跟我们赵家的差距到底在哪儿？你们根本就不配跟我们赵家争！1个亿！继续叫啊！能叫吗？1个亿拿得出来吗？拿得出来吗？往上叫啊！赵公子，牛逼！终于挣够1个亿了。 可以跟雪儿同房了，愣着干嘛？赶紧敲定！好，1个亿一次，1个亿2次，1个亿3次，恭喜赵公子！恭喜赵公子！恭喜赵公子，宝贝是你的了，把叶老叫来吧。什么叶老？我花1个亿买个这破木头，我让你叫叶老过来给我雕木头啊！你说叶老，叶老年轻的人，什么意思？现在有请苏城最屌、最帅，比我孙广志都有钱的男人，我大哥。赵公子，你有什么需要雕刻的东西，您尽管给我说。 操你妈！小姐，你真的不再见一眼叶公子就跑回去吗？不见了，我怕见了会舍不得。他在苏城惹了这么多仇人，阿如，你看着点儿。可是小姐，你更需要保护啊！回了京都，看谁敢动我！小姐，好了，阿如。
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的。好了，阿如，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的。小姐，那你什么时候回来？说好了，等他赚了1个亿，我就回来。到时候呀，我就说服我父母，让他们看看雪儿爱的是这个有本事的男人，除了他，谁都配不上我。可是小姐，如果他赚不够1个亿呢？那我就一辈子不嫁人。好了，阿如，你快去他身边吧，他看不到我会着急的。小姐，你保重。叶恒哥哥，雪儿会很快回到你身边的。等下次再见面，雪儿就成为你的妻子。雪儿，别叫了，小姐走了。走了？去哪了？小姐回家了，回京都。她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就走了？小姐怕见到你舍不得，就不辞而别了。你也别太难过，小姐答应你了，等你赚到了1个亿，她就回来见你。我已经赚够1个亿了。我已经赚够1个亿了。什么？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赚够了1个亿？没时间跟你解释了，快带我去见他。怎么样？关机了，小姐这个时候应该在飞机上。你去哪儿？去机场。别白费功夫了，小姐已经走了。小姐的行李怎么还在这儿？雪儿不可能丢掉我给她的东西，她一定是遭遇了不测。你为什么不跟着雪儿？还不是因为你，小姐害怕你对苏城的仇人太多了，让我留下来保护你。她肯定是在你走的时候被人绑走了。你这么大胆，敢绑架我家小姐？赵家，川子，我的川子！老爷，公子他其实自有天相，肯定会没事的。看好川儿，你个废物都干了些什么？活活看着我的川儿被气到心脏病复发！啊！老爷，是叶恒那个林宝盖，是叶恒干了。恒，好你个叶恒，让你不得好死！老爷，人我已经绑了。好，起来。你恨叶恒吗？哎呀，我当然恨叶恒，我恨他，难道把他阉了？好，我会如你所愿的。我不仅要他成为太监，我还要把他心脏挖出来，给我的川儿。给他打电话。叶恒。徐雷，你他妈在哪儿？雪儿是不是你们绑架的？叶恒啊，叶恒，是你绑架了雪儿，你是谁？有不用的人，郊外废弃厂房，一个人来。要是让我看到多一个人，伺候你女人的人就多一个。跟我走。对了。把你姐和那个张伟也叫上，老子要完成花的。喂，是谁打来的电话？绑架雪儿的人，我要去救他。我跟你一起去。对方指明让我一个人去。疯了！你一个人去救得了谁啊？你自己去就是白白送死。够了！阿如，听我说，你马上去赵家找赵川，
这是解救雪儿唯一的办法。明白了。我去废弃工厂拖住你，但凡你控制不住，立马给我打电话。那你那就要看速度多快了。雪儿！哎呀，不愧是叶璇的孙子，果然身手了得呀！不愧是赵川他爹，长得跟赵川一样俊的人。你也不愧是赵川他爹，他一样俊的人。叶恒，人质在我们手上，我劝你还是放下抵抗，要不然弄死笑。雪磊，你不是想亲手阉了他吗？让我看看你的姿势。上！不是，我不敢。出来！雪儿，别动，动一下，我让你杀了他。叶恒，看看。周康，到底想干什么？你说我想干什么啊？在拍卖行把我儿子熬得那么早，今天玩玩你的女人怎么样啊？这妖姐的皮肤真嫩，难怪你要和我离婚，怕是连她的手都没摸过吧？啊！叶恒，这场熟悉吧？今天我就要当着你的面吃了你的女人，让你当个绿毛龟！你敢碰她一下，我弄死你！哼！你现在敢动一下，我就让张威发你女人一件衣服。得嘞，上！哎呦！雪磊，上！证明你有给赵家当主的资格。叶恒，我你死！哎呦，你刚刚好像动了一下啊！按照规矩，得发你女人一件衣服啊！张威，得嘞！好，张威，你不能好死！雪磊，继续！叶恒，你给我死！哎呀，还挺能忍啊！是个男人啊！看你还怎么忍！你快点，要不然我真要死在这儿了。叶恒，你也有今天啊！就等着他跪下呢！哟，你看这腿真是又白又长又嫩啊！雪磊，怎么打得这么歪啊？还磨叽什么呢？董事长，我就喜欢看他跪在我面前的样子。您稍等一下，马上让他断子绝孙。我马上就让他断子绝孙。好，竟然敢躲！妈的，跟我了！我不是让你走都不准动吗？张威，哎，把人扒光，给我干！好嘞！你敢嚣张什么？女人在我手里！赵康，她在我手里。我数3个数，如果你不把雪儿放了，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说什么？姓赵的，立刻把我家小姐放了，要不然我让你绝后！操！怎么敢动我儿子？我和你女人！少他妈废话！我只数3个数，3、2、1，你放开他！你放开他！叶恒哥哥，求求快
他啊！有我在，谁都伤害不了你。滚他！都滚！也好，人你也救到了，我儿子应该放了吧？阿若，放我走！把手机扔给我，我要亲眼看着他女人离开我儿子。现在立刻从我儿子身边滚开！别以为我走了你就没事了。你爸要是敢动我家小姐，我立刻杀回来。真是个短命，以后还带着我家小姐跑。川儿，你不能死啊，川儿！川儿，好，你不能死啊，川儿！给我追！雪儿，我不行了，我不走，死也要死在一起。你流了好多血，你怎么样？没事。走。好冷。还冷吗？雪儿，守着的那个夜，现在可以和你同房了。你傻瓜！雪儿，我好困，我能不能睡？叶恒，你不能睡，你不能睡！叶恒，你不能睡，你不能睡！恒儿，恒儿，爷爷，哎呦，我的傻孙子呀，你怎么到这一步啊？女孩子都找到了，不抓紧和她去洞房改命，你还等什么？爷爷，我这是死了吗？你这和死了也没什么区别了。那可不行，雪儿还在等我。爷爷，快送我出去！我只能把这口气留在你的吉阳之处，能不能改命，就看你的造化。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全凭那个女孩子的悟性。叶恒哥哥，我要怎么样才能救你？叶恒哥哥，你是回光返照了吗？姐，你用你的第一次帮我治病，那我也用我的第一次救你。我也用我的第一次救你。是雪儿的声音，雪儿在呼唤我。看起来呀，那女孩子啊，她感觉到了。爷爷，好热啊，好舒服，感觉全身被温泉包裹了一样。不愧是爷爷看上的孙媳妇啊，悟性可以。你虽然看不见，可是你要好好感受你这宝贵的第一次啊！结束了啊，感觉整个身体像受到了洗涤净化一样。这就叫贤者时间。贤者时间，那是什么东西啊？你的身体啊，已经开始了重塑，但是要完全康复，还需要2天的时间。2天时间？不行，我得回去。别这么猴急的回去，快给爷爷说说
这几年你都经历些什么？坏蛋，多死了，身体还上不了。小姐，总算找到你了。你们，安如，你终于来了。小姐，你不会真的跟叶少那个了吧？真是便宜这小子。对了，安如，那些追杀我们的人呢？都解决了。小姐，你得快点跟我回去。唐少来了。什么？他怎么来了？小姐，我们得快点走了。如果让唐少看到叶少现在的状态，会下杀手的。不行，不能放他一个人在这里。小姐，我会把叶少的位置发给他的朋友，您不用担心他的安全。我们不能再拖了。再给我些时间。小姐，叶红哥哥，雪儿要走了，你放心，雪儿很快就会回到你的身边的。是。小姐，再不走我们就完了。玉红哥哥，你一定要等我，雪儿一定会回来嫁给你。雪儿，雪儿，你可真能睡呀！曲月柔，你怎么知道？雪儿呢？白家大小姐现在飞机估计已经落地了吧？哎，你去哪儿呀？去京都。你现在去京都只会害了白静雪，你知道吗？躺着。你什么意思？你知道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吗？怎么了？赵家家主自杀身亡，所有跟赵康有关系的人全部都死了。什么？这都是京都唐家所为，还不是因为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赵川绑架了他们未来的儿媳妇白静雪。这唐家到底是何方神圣？连苏城第一大的赵家，他说灭就灭。这可是京都唐家，区区一个苏城，在他们眼里算得了什么？要是被他们知道白静雪有你这么一个情人，你猜会怎么样？你猜会怎么样？你现在知道自己去京都有多危险了吧？让雪儿嫁给其他的男人，我做不到。你也别难过了，白静雪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会给你争取时间的。你只需要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做一个配得上她的男人。配得上她的男人？你只需要按我说的做就行。你说。第一步就是让人去楼空的赵氏人姓叶。你到底是何居心？赵家让你们季家接管，我是对你更有利。我之前也这么想过，可无奈不是一个女人吗？你是说你现在做不了季家的主？小弟，季家的情况比你想象的复杂的多了。放心，我不会害你的。只有你好了，季家才会好。这段时间我会帮你顺利的接管赵家。你放尊重点，心里只有雪。小弟弟，在姐姐眼里，你只是一个雏。你放心，不会害你的。跟我走吧。今晚你就住这儿吧，明天准备10个亿的资金。10亿？哥，这是我全部的家当，一共2个亿。等我拿下赵家，一定加倍奉还。大哥，咱们俩之间还说什么还不还？等你拿下了赵家，我看谁以后还敢欺负我。啊！刚才已经确定季家不会参与这次的拍卖会，那就好办。我现在就给王总打电话。好像有人在找我呀。王师傅，
王总，您真是说曹操好地道，还是广智会夸人呐。哦，对了，叶少，这个是我公司能挪动的所有资金，一共5个亿，希望他能帮到你。王总，您真是及时雨啊！王叔，赵家这么一块肥肉，您难道就不想要吗？没有必要，即使拿下，也是跟季家争得头破血流。现在最好的平衡方法就是把赵家整理。那好，谢过王叔，我一定不会像赵家那样窝里斗。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大做强，到时候连京都豪门我们都不足为惧。叶少，老魄了。叶先生，有什么问题您就直说。王行长，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需要贷款5个亿。5个亿？叶先生，您这不是在开玩笑吧？不是我瞧不起您，你有这个能力偿还吗？卡里存个1000多万的人多的是，你还真就把自己当人了。这张卡里有8个亿，您觉得我有这个事？8亿？啊，这张卡2周以前只有1000万。不信的话，你可以查一查。喂，小丽，立马帮我查一张尾号6666的银行卡余额。经理，卡里余额一共8亿3千万，是我行存款最多的用户。对不起啊，叶先生，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立马给区域经理打电话，让他第一时间给您办理业务。那我问一句，需要多久时间？预计1周左右就能办好。不行，太忙了，能不能再快点？哎呀，叶先生，这个个人贷款5个亿的事儿，我也是头一次遇见。如果能有个公司背书什么的，我觉得今天就能批下。我就是为了买公司啊，所以最好今天批下来。不用打了，我给他做担保。不用打了，我给他做担保。季总，月柔，你为什么又帮我？王世康不是也帮过你，我只是不想输给他而已。况且我可不是免费帮你的，你需要帮我一个忙。不急，你先接管赵家的产业再说，如果有需要，自然会联系你的。叶先生，您要用这张卡的钱去拍卖赵家的资产？哎呀，我真的没长眼睛呀！刚刚冒犯您的地方，还请您不要放在心上。我这5个亿，我立马打给您。如果您觉得不够，再来找我，多给您两批。好，谢谢。今天我行要竞拍有史以来价位最高的产品，赵家所有的资产，涉及游艇、豪宅、别墅，总价值10个亿。赵家这么大的家业，竟然只要10个亿，疯了吧？这拍到不就血赚了吗？说的你好像有钱拍一样。好了，各位的实力我都清楚，开始叫价吧。开始叫价吧。怎么没人出手啊？机主怎么像看戏的一样？苏城不会连能拿出10个亿的人都没有了。早知道我借高利贷都能弄到10个亿。10个亿？这不是之前空手套白狼的假冒伪劣大师吗？他能拿出10个亿？苏城什么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物？先炸赵家1个亿，后又气死赵公子，现在又拍赵家产业，赵家是不是上辈子挖了他的祖坟？好，10个亿1次，不愧是全苏城最屌的男人。10个亿2次，不愧是我大哥。10个亿3次，从此以后赵氏集团改名姓叶。董事长，这是集团经营的项目，请您过目。行，翻着吧。是，董事长。让我送个外卖还行，让我管理这么大的公司，还真为难我了。不行，得找个人帮帮我。找谁呢？
没等急。喂，梅长奇。毛长奇，你这阵子去哪儿了都不在岗位上，还想不想干？我……你什么你？3分钟立马到岗，不然我炒了你鱿鱼！哎，年轻人啊，就是有朝气。哎，就决定是你了。毛伟奇，久等了。毛长奇，你还真敢来呀！我们极速外卖1个月给你大几万的工资，是让你搞业绩的。你倒好，整天都见不到人。这业绩，哎，我们站点现在可是单量全苏城第1呢。那你也不能旷工，一旷就旷好几天吧？哎，你怎么知道我没来？难道这几天天天在站着等我？好了，不逗你了。哎，瑶瑶，我问你啊，你现在在极速外卖公司里面担任什么职务？我就是我爸的助理，他1个月给我2万。这么高？好歹你也是你爸的亲女，1个月怎么没给我的多？懂什么呀？这得是集团发钱，我爸另外1个月还给我10万块钱零花钱呢。哦，那确实挺多。怎么想让我包养你啊？啊，这样，瑶瑶，要不你现在把你的工作辞了，以后跟着我干，我1个月给你20万。跟着我干，我1个月给你20万，怎么样？什么？毛长奇，我没听错吧？你给我20万？你现在就是一个小小的站长，你怎么这么嘚瑟呀？这个嘛，叶氏集团总裁叶恒，这地址还在市中心。哎，等等，这地址明明就是赵氏集团的地址呀！好你个毛长奇，你竟然敢骗我！哎，瑶瑶，你连电视戏都用不上，现在已经没有赵氏了。真的吗？啊，你这么厉害呀，毛长奇！看来我小骗你了。怎么样？想好了没有？要不要跟我一起？我不干，干到我。谁说我不干了？我干。真的？那你跟我走。你要带我去哪儿呀？去看看你的新工作。瑶瑶，你别转了。叶恒，你真是赵氏……不对，你叶氏集团的总裁吗？你叶氏集团的总裁吗？如假包换。哎，怎么了？一脸生无可恋的表情。我感觉我像在做梦，你能不能叫醒我呀？哎，恒，你干嘛？你不是说让我叫醒？我刚刚还说要包养你，没想到反倒被你包养了。是，我也感觉在做了一场梦。1个月前，我还是任人欺负的外卖员，1个月后，我就是集团公司的老板，手底下有上千的人等着我。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这几天我不在，发生这么多事儿了，你怎么从一个外卖员一下跃在我头上了？你快给我讲讲。好啊。哇，拍电影都不敢这么拍，我看来确实错过了一场好戏。哎，叶恒，所以你接手了赵家，就是为了证明你能配得上白静雪呀？他是我生命中最……我告诉你，我不会输给白静雪的，才不会把你让给他的。我不会输给白静雪的，才不会把你让给他的。瑶瑶，你喜欢我？你是猪吗？你还非得让我说的那么直白？这……喂，怎么样呀，叶恒？业务接管的怎么样？
要不姐姐过去帮你啊？啊，不用了，我已经找了一个白富美的助理，她可能干了。看不出来你还挺能干的，身边这么多人才。嗨，客气话你不用说了，你直说需要什么帮助。要不说我喜欢和你聊天呢。我在你们公司楼下咖啡厅，见面说吧。那你等我一下。季总，哇，好你个毛长齐啊！我倒是小看你了，这种坏女人你都能勾得上，你还真是个富婆诱惑器啊！瑶瑶，你在这里先等我一下，我去下去一下啊。不许走，我也要跟你一起去。别闹。你个花心大萝卜！那行，那我让他上来行吗？这还差不多。叶总挺大的架子呀。别，我只是……是我让你上来的，怎么，你有意见啊？弟弟，这小秘书看着还挺不错的，也有老板样子，学挺快嘛。季总，您别开玩笑了，讲正事吧。2天之后，我奶奶的80大寿，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这对我挺重要的。我一定去。到时候宴会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我提。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让你假扮我的男朋友。啊？你别开玩笑了，您知道我有未婚妻的人，而且虽然你很有味道，但是我总不能脚踏两条船。我知道，我就是只是让你假扮我男朋友嘛。假扮你男朋友，你到底有何居心？这说来话长，那不着急，你慢慢说。那得从我奶奶这边开始。我奶奶有3女1男。快点说，我很着急。好吧，你说，我有点口渴了，想喝水，谢谢。啊，瑶瑶，去吧。哎呀，总之就是我奶奶她犯糊涂了，现在姬家很快就会落入外戚之手。但是赵家不是已经吗？您让我在宴会上假扮男朋友，到底是不是？我想让你多演一场戏，我要今天在这场宴会上彻底接管姬家。我想让你陪我演一场戏，我要今天在这场宴会上彻底接管姬家。你果然是个很有野心的人。那需要我假扮多久？1周时间。行，我答应。真的？哎，但是你可别高兴太早，我有一个条件。亏我还是你姐嘛，你还跟我提条件呢？说吧，什么条件？这个条件吧，感觉有点难，可能你会达不到。说吧，只要能接管姬家，能满足的都答应。行，我的条件就是你别在这段时间里爱上我。弟弟，爱不爱上你我不知道，可是现在我已经喜欢上你。哎，你别开玩笑，刚才有个丫头就莫名其妙的喜欢上我，真的让我很头大。你可以答应我，别爱上我。哎，放心吧，弟弟，我绝对不会爱上比我小的。倒是你，可不要1周之内爱上姐姐我哟。那你放心，我这个心很小，只能容下雪儿一个人。果然，男人的嘴都是硬的。希望你1周之后还能说出这种话。毛长齐，你真的要演那个坏女人的男朋友？瑶瑶，别一天毛长齐毛长齐的老叫我，好歹我还是个老板。你之前还挺喜欢听我叫你毛长齐的，现在有了那个坏女人，哼，你都变心了。季总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跟他呀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利益交换，礼尚往来。我信你个鬼！你演戏为什么还要给那姬老太婆买礼物呀？哦，我看你啊，是想跟那个坏女人入洞房吧？哼，你
你这个大萝卜坏得很。哎，你看这个瓷器怎么样？你别打岔。队长，你看，哎，瑶瑶，那边有热闹了，我去看。陈少，您看这钱，不是跟你说了吗？记在姬家头上，你忘了？怎么着？我们姬家家大业大，这点小钱能不给你？不是，陈少，这个可是我们组团的千年人参，价值500万，这个可不兴赊账呀。姬家看上你的东西是你的荣幸，臭乡巴佬别他妈给脸不要脸，知道吗？陈少，这今天您要是不给钱的话，您可不能拿走。就滚开！哎，这东西我要，这东西我要。哎，叶少，您来了。你是个谁呀？敢跟我姬家抢宝？姬家？你不是姓陈吗？莫非你还是个孙姓家？这什么东西啊？在苏城，居然还有人没听过我陈超大名的狗东西？确实没听过啊。那乡巴佬，听好，今天爷爷我让你见识见识，我是姬千秋的孙子陈超。现在赵家玩完了，整个苏城姬家最大。啰里吧嗦的，跟季月柔完全没法比。小子看不起谁呢？啊！告诉你，我外婆最疼我了。姬月柔算个什么东西？这不过就是打工仔吧？闭嘴！光天化日之下，你敢抢姬家的东西啊？姓姬吗？去你妈的！我告诉你，以后整个姬家都得跟我陈超姓，知道吗？啊！等，大哥，我错了，看在姬家的面子上，让我看在姬家的面子上，让我保命啊！行，我就看在姬月柔的面子上，饶你一条命。滚！臭小子，还知道怕姬家是吧？你给我等着，明天我就让外婆收拾你。没想到是陈超，比赵三还恶心。就是，怪不得姬月柔这么想接手季家，这些外姓亲戚，完全把他沦落为赚钱机器。叶少，今天还是感谢您呀，这个你喜欢呀？给您8成。哟，老六，进来。这叶少的面子能不给吗？好，那我就摆了。哎，好。哎，逛了一天了，这寿礼啊，总算挑下来了。回家吧，小雅，你也回去。回家？你回哪个家呀？白静雪都走了，你还有家可回吗？啊，我现在住在季月柔那里。什么？哎，干嘛？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晚上会吃了你的。你跟我走，正好报表还没有看完呢。今晚要加班。我去哪儿啊？我钱啊！哪有人开房加班的呀？更何况这个房子也太不起眼了。闭嘴！这不是没房间了吗？就算是开房，也不能便宜了那个坏女人。哎，怎么样？我花10个亿拍下了叶氏集团，能给我挣多少钱？你真是踩狗屎了！我跟你说，咱们集团各项业务在苏城都是垄断的，利润也是惊人的可怕，光1个月的净利润都能达到上亿。真的？这么多？你能看得懂吗？我确实看得懂。啊，那个，那我去洗澡。去吧，别打扰我工作。叶恒，电话。都这么晚了，这个坏女人还打骚扰电话来，我倒想看看这个坏女人究竟想干什么。叶恒，你跑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叶恒去洗澡了，你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跟我说。你是谁？我是他的秘书兼未来女友，我们在工作呢。你不要再勾引我的未来男朋友了。哎，瑶瑶，是不是刚才有人给我打电话呀？你想多了。
这个房间怎么没有浴袍啊？你能帮我找一下吗？这个房间怎么没有浴袍啊？你能帮我找一下吗？你当我是你保姆吗？还让我伺候你洗澡？你等着。这算是同居了吗？哎呀，我害羞个什么劲儿呀？给我就好。看来害羞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嘛。哎，瞧你那个害臊样，我一个女生都没你那么害羞，你反倒羞成了一个没出嫁的大姑娘呢。洋洋，这什么玩意儿？这……哎呀，没有了，就只有这么一件。好吧，瑶瑶，这衣服好紧啊，我感觉我要炸。你别说，你这还挺有韵味的。不许笑！该死的睡着饭，我要睡觉。这衣服好紧，勒得好难受啊，根本睡不着。算了，衣服脱了我睡。啊呵，这下舒服了。杨小平，杨小平，安打来了，我怕。你别往身上蹭啊！你这身上怎么还滑滑的？我裸睡我。你这个变态，你怎么睡觉不穿衣服呀？哎，谁知道你钻到我的被窝里了？你想干嘛？哎呀，我都说了嘛，打雷我害怕。我现在很怕你。这是3八线，你不越线，你要是越线了，我就告你强奸。晚安。看不出来，毛长齐还挺有料的嘛。哇，好结实啊！抱歉，差点就犯错误了。起来了，吃点早餐吧。你还挺贴心的嘛。少废话，快吃吧。喂，没打扰到你和你的小秘书吧？没啊。今天我奶奶80大寿，你可别忘了哟。那当然，你放心吧，我现在过去。啊，瑶瑶，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去吧。哎，等等，怎么了？那个今晚这还要打雷。季月柔算个什么东西啊？他巴不得让我们姬家玩完呢。上一次他拒绝赵公子的求婚，这一次白白让赵家这么大的产业拱手让人。现在呢？现在姬家牛逼了，不管走到哪，只要苏城人见到我们姬家，都得给个面子。我跟你说，这一切都离不了陈超对姬家的友好宣传啊。哎，你好啊！
季月柔，他是个什么东西啊？今天可是外婆80大寿，你把他带进来干什么？陈超，他是我男朋友，是你未来的姐夫，你说话注意点。姐夫，季月如啊，你说这赵公子前脚刚走，后脚你就找了个小白脸儿。哎，我看这货脸还没我白呢，你就看上他了呀？陈超，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月柔，不是我帮表哥说话，以你这样的条件，什么样的男人找不到呀？带回来这么一个没头没脸的玩意儿。这小子，我好像之前见过，你之前是不是跟我说过？没错。你还记得吗？上次你跑腿的时候，我让你给我带包烟，你不带，结果我反手就是一个差评。我反手就是一个差评。哎，季月柔，我你可是真不挑啊！你是有多饥渴呀？连个抽送外卖都能看上，可真是给我们季家人丢脸呀！你们季家，季老太君到。走走走。太婆，越来越年轻了啊！你让他进来，超儿差点没认出来你呢。还是我家超儿会说话。走走。外婆，这是超儿花100万买的1000年灵芝，超儿啊，就希望您能和这个灵芝活得一样长，到时候给我带儿子呢。好，陈超真孝顺呀，简直比亲孙子都亲。真是太幸福了，老太君这下享福了。是不是还有人没送你？你可别让我丢人了。哎，塑料的。奶奶，这个灵芝我劝你别吃还是好，因为如果吃了它，别说100，81个人都服。这车送外卖的胡说八道什么呢啊？见过世面没有啊？说我的灵芝是假，你送的什么垃圾东西啊？陈公子，这个天天人参，你可有意见？不可能，陈超拿不下的东西，这抽送外卖的怎么买得起啊？林奶奶，您千万别被他给糊弄。他买人参的时候，我也在呀。他和那个商店老板联合起来，拿了个假人参想骗我钱呢。谁真谁假，心里自然清楚。你个臭送外卖的，我让你在我外婆的寿宴上照个照片。你干什么，陈超？季月柔，你养小白脸，我不拦你。你个臭送外卖的啊，拿个破礼物骗人是吧？当着外人面给我们季家人丢脸。假人参啊！月柔，你怎么找了个这么废物的东西？我送个破东西不算了，还想追我超多钱？我是不是还想要点儿？放心，是真是假，老夫看一看就知道。长白山人参，这是长白山人参。长白山人参，这是长白山人参。花老头，你眼神不好使，就是个破萝卜根儿。败家子儿，狗屁！看这年份，最少800年不少，看这大小，最少是500万，500万，而且是有价无户。人说季家是赵家，不能这苏城豪门，真是一点眼光都没有。俺不要，我要。小友，你这人参可卖得了行吗？可是这人参被一个不认识或别惨了一句，功效和价值都已经失去了罢了。如果大师不嫌弃的话，那也别说卖不卖了，物尽其用，我直接送给你。
好，小友性格毛球很正义，陛下名叫华胥，以后我在这苏城遇不上毛球的地方，请小友随时找我。哎，得嘞。真是蝼蚁看人低，山鸡还想着凤凰。嘿，对不起啊，今天误会了。没事，没丢你人就好。今天我没丢人，自家的脸变大。这倒霉玩意儿，自己送贾玲芝也就算了，还把价值100万的人参钱洗。季家的脸面被这小子给败光了。我去你妈个小白脸！都是因为你这个臭送外卖的、臭跑腿的！你以为不知道，你买那个假人参都是用我们季家的钱，还有那衣服也都是我们季家的钱。干什么你？操！别胡说八道！季月楼，为了个小白脸，你敢打我是？外婆！季月楼，看来我们今天丢了人。你看他那个衣服，都是用我们季家的钱买的。放羊去！怎么着？说错了啊？哎，刚才那个华老头，他怎么就来那么巧，这么巧呢？我看呐，分明是你们这对狗男女用个假人参想转移我们季家的财产，月柔，到底有没有这回事？这人参真的是叶恒自己买的，你不信可以去公司查账啊！我绝对没动公司1分钱啊！查账？季月柔，你可是公司的总裁，哎，找会计做点假账，那不是轻轻松松吗？操！我们季家的事儿还轮不到警官去查水。季月柔，你以为你姓季就可以随便套季家的钱行不行啊？啊？谁不知道你季月柔就是个不孕不育，要了一个小白脸当上门女婿，你也生不出小孩，季家的香火迟早得在你身上断了。外婆，我知道您一直都担心季家的香火无法延续，我身上有1半季家的血。从今往后，我陈超就叫季超，我给您当孙子，延续季家香火。超儿起来，外婆心疼。奶奶，您不认我这个孙子，我就不起来。好孙子，来，快起来，起来。超儿，你姓季，奶奶很高兴，但是你父亲陈爸他同意吗？没问题呀，奶奶。从今往后，我爸就叫鸡巴。没问题呀，奶奶。从今往后，我爸就叫鸡巴。好，月柔，你明天带着季超手写安排他当公司副总。您说什么？奶奶，如此重要的职位，怎么能交给一个没有经验的人干呢？月柔，你到底把我这个奶奶放到眼里没有？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可是，闭嘴！季超说的一个，我看你就想转移季家的钱。你看你现在养了一个送外卖的小白脸，你把我们季家的脸全都丢光了。我丢季家的人？奶奶，您收了个贾玲芝不丢人，您收了个让青马色不丢人。季月柔，季月柔，我看呀，我们季家是容不下你，连奶奶你都敢顶。我请你，剩下的全部我请。小白脸，你算个什么东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闭嘴！狗腿子，放开我的叉！你个臭跑腿啊！哎，你敢在我们季家的地盘打我，弄死你就跟弄死一只蚂蚁一样，知道吗？哟，我看看是谁要捏死我的？孙广志，你来干嘛？有你说话的份儿吗？现在孙总可是赵氏集团的二当家，你怎么跟他说话？跪下！孙总，我错了，有眼没珠。老太太，招家庭，
不过我告诉你，赵氏集团已经改名，现在叫叶氏集团。什么意思？给你们这群不长眼的东西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大哥，全苏城最牛逼的男人，叶氏集团的董事长叶恒。全苏城最牛逼的男人，叶氏集团的董事长叶恒。什么？这家伙还不赶紧道歉！啊，岳总，对不起，是老身有眼不珠。对不对？老太太，本来呢，我想看在月柔的面子上跟你们谈一笔合作，不过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哎呀，叶总，您有什么要求一尽管提。老太太，你呀，真的太没眼光了，认这个白眼狼当您的亲孙子，这季家迟早得完，还不如我现在就把季家毁了。叶总，不要啊！是我眼瞎，我现在就把所有的股权交给月柔。那他，从此以后逐出季姓，还不赶紧滚！奶奶，别！滚呀！滚！这太解气了呀！我好像要爱上他，真帅，好想亲你一口。别，我拿你当姐姐，你却成了身子。姐弟恋有什么不好的？这姐姐可会疼人了。月柔姐，你就别拿我开涮，你知道我心里只有小一个不忠小菜。好了，不逗你了，知道我纯情，只可惜我没白进去，先不得到。月柔姐，你说我现在配得上雪？配得上，他就等你了，去吧。真的？走了。雪儿，雪儿，真的是你，叶恒哥哥。雪儿，我已经有能力保护你了，我可以成为配得上你的男人了，以后我再也不会放你走了。雪儿回来做你的妻子了，雪儿，以后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不分开。